李问要补充，顺便也想请教一下，就是我们到底跟川普的关系是如何？赖清德夏威夷闭门演说，希望川普继续支持台湾。川普就说啊，我跟习近平好朋友呢，我有跟他说啊，这个希望中国不会侵略台湾。所以我们因为美国1月就要政权交接了嘛，那所以到底我们台湾跟拜登政府跟川普政府的关系是怎样？一般认为川普比较不稳定性比较高一点其实我们有信心，台美不管是安全上或经济上或文化上各项的伙伴关系，都持续的在加强，而且持续的稳健的能够有实质的进展。那我们看到说，过去8、9年来，其实美国也经历了多次的政党轮替，从美国奥巴马政府到川普政府，到后来的拜登政府，对。但是在台美关系，不管是安全合作或各项领域的合作，都能够有实质的进展。那其实像最近，之前其实节目制作单位特别有提到，那就是说，在川普对于说最近受访有是否协防台湾的这些讨论，那也引起了很多的关注。但是我觉得对于台湾的国防安全，可以回归到一句话：自助者人恒助之。台湾我们必须要先展现对于自身国防安全、守护家园的决心。我觉得你有 Q 题，等一下请定宇回答。可是你们的潜舰在立法院，你们就过不了没？该就是噼啪删掉，动的动，还没有，下礼拜才要审，还没有。对，但我真的必须要强调，就是台湾必须要为自己的国防安全负起最大的责任，承担最大的责任。但是当有其他国家愿意跟我们加强国防安全合作的时候，我们也会积极的寻求合作，积极的来深化这些国防安全的合作关系。所以不管是国防产业、国防的技术、国防的采购、国防安全的研究，那也希望来持续的更上一层楼。我们跟川普买武器应该买得到吧？他现在美国卖给我们武器这件事情，第一个我觉得美国政府还是有它的一致性。不管是拜登或川普政府，川普定的印太战略到拜登政府还是有执行。也就是说，他跟台湾有点不太一样，他们不管怎么样，国家认同没有问题嘛，所以他们的政府的一致性。那1月20号去祝贺川普就职典礼对，韩国瑜要去。对，巡往例我们会派国会议长，那赖清德总统昨天也是请劳烦韩国瑜代表台湾的国会议长，这样朝野率团。那朝野比例大概会221啦，就是按照那个团，我们就按照政党比例其实221有点放大了民众党，但是我觉得它就是跨党派 （multi-partisan） 或者叫做 bipartisan 去祝贺。那这个团在1月20号应该会成型。那按照惯例，我们都是透过国会议员有台的邀请取得入场票。那今年我觉得值得观察一个点是大使，我们驻美代表在萧美琴的时候创下一个台美没有邦交以后的先例，也就是史上第一次，台湾驻美代表，也就是我们驻美的大使，获得外交使节团的身份的认可邀请，安排座位在外交使节团里面。那这到底是因为萧美琴个人的魅力，因为她在华府是被誉为最有影响力的外交大使，还是能够成为国家的资产？就看这一次，如果这一次我们驻美大使于大雷也被安排这样的话，那就会形成一个惯例。哎呦，于大雷，你压力大喽？这个不能怪，不是于大雷压力，就是美国政府在交接安排，它有一定的层级。如果在萧美琴的时候受邀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，安排在大使团，那接下来如果再一次，那就会变惯例。那至于国会去的部分，我倒觉得问题不大。我刚才你问，惯例上都是立法院长去啦，那可是。就国内政治互动而言，有没有算是朝野你们终于可以合作一件事了？赖清德派了韩国瑜，对外我们都希望国家利益一致，对内吵得再大，对外要一致所以像我之前是去参加那个 DNC 的代表团的团长嘛，我的成员 DNC 是什么？民主党的党代表大会，RNC 是共和党的党代表，要提名总统的啦那我当团长嘛，那带着去的各党派都有，
那其实对啊，有人对外不对外还好跟你合照啊，还好啦，国内的立委算得体了，得体，不是 dirty 哦，是得体哈。这去那边还算蛮不错的哈。那所以我认为这个团成型也不会有大的问题。倒是刚才李问讲的，就是说我们要展现保护自己的决心。美国一直传达讯息说，不是告诉你，不是说你要花多少钱，也不是说你一定要买什么武器，也不是说你的 GDP 的国防预算多少，而是台湾有没有展现出说我国家的安全是我自己的事。我们都不希望战争，不希望战争有2种做法，一种就是干脆听敌人的，那听敌人的最容易战争，因为你听敌人的，叫你蹲着你不敢站着，叫你不要买武器你不敢拿棒子，那你弱到一个程度，你等于是手无寸铁，轻易被灭掉。不要战争，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壮大自己，多结盟。那川普的话，他其实以他上一任，我们只能说他上一任的经验，他对台湾取得先进武器，台湾的军购像一般国家对待。以前像我们 F-16CD 要了20年都还没有立案，也就是说，他可以，你现在要求这个，他在半年内要回答你，变成是非包裹式处理，是从川普开始的。那看川普讲的话，你不如看他用的人。他的国务卿 Rubio， 全都是他的国安顾问 Mike Waltz， 这2个是确定的。国安部长现在好像还有一些变动，也就是说，这些人长期，尤其 Rubio， 我们在美国国会通过所有有台的法案，他都是提案人之一啊。而他现在成为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国务卿，所以他用的人对台友善。他过去上一任的任期对台湾取得先进武器，我看起来我们的海马4啊、F-16V 啊，都在那个时候啊。那包含 M1A2T， 最近要到了，最近快到，他在海上了。所以我觉得，一天到晚有一些人一天到晚质疑这个朋友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帮我，这个朋友是不是真的要帮我，却拼命的在国内不让自己有防卫自己的能力，我看不懂那个逻辑。可是川普说要付保护费。川普的保护费，他在选举他的讲法，事实上他讲保护费，讲台积电，我看他去被那一个 Podcaster 访问的那个内容，他讲的是台湾人好厉害，台积电几乎抢走了全世界晶片生意，是我们的政客他用的是骂他们自己政敌的话，为什么要补贴呢？我们用关税就让他来这边设厂，他讲的是美国的内政，所以你观察川普，他当然是美国利益第一优先，专注在美国的创造就业率以及解决边境非法移民问题。另外，他在国际事务上呢，川普琢磨其实反而没有那么多，他琢磨在经济事务上多。那我觉得美国是我们重要的外交关系哈，多观察多往来，那我们跟川普并不陌生。李问要补充？对。刚刚石基姐有提到说，总统在夏威夷的闭门会议的演讲，那有提到，其实是对于全世界、对于国际社会来释放讯息，说台湾是一个可以信赖、可以信靠的伙伴，而且台湾会扮演区域和平稳定的角色，那创造全球的经济跟繁荣，全球的繁荣跟稳定，对。但是我也要特别强调的是说，台美在经贸合作上面，不论是川普的团队或拜登政府，都非常的重视，而且也非常的感兴趣。那台湾跟美国，我们传统上我们会讲说，我们是价值的同盟、理念的同盟。对。但是除此之外，其实台湾跟美国现在也是非常强大的经济利益上的同盟。那这个怎么说？因为现在过去10年来，整个东亚的供应链结构已经发生非常大的变化。那举例来说，以台湾对外投资，10年前2010年。台湾的对外投资有83%是到中国大陆，对。但是如果你看去年的数字，对于中国的投资只剩下11%，那请问我们现在至少以最近1-2年的数字，台湾投资的最大标的、最大的目标国是哪里？大家可能有些人可能没有想到，其实是美国。我们去年投资额度，对外投资有超过40%是投资美国。所以我们跟美国的经济是绑在一起的。当美国要自己美国利益优先的时候，不好意思，因为很大一部分是台湾跟他们在一起的。对，而且台湾对美国的投资未来还是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。李问我们现在也正在讨论，像例如说解决双重课税，对，我们去游说都是这个
avoidance of double taxing，而且我们什么21世纪什么的，第一阶段昨天生效了，对，就已经生效。然后包括其实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投资，对，其实是美国史上最大的外资投资案之一。是除了补助案之外，是外资投资美国最大的投资案之一，历史上的最大投资案之一。那所以其实台湾跟美国需要台湾的相助。对，台湾跟美国的经济利益结合是越来越大。然后我觉得，不管是哪个政党，共和党、民主党，也会对这个这个领域非常重视。我想请教一下李问哦，你在府里面啊，你跟外媒相处，然后看了这么多的外宾，因为在国内或者是中国，他们对于赖清德总统处理两岸这件事情，都会认为说，你很毒呢，你用词真的很尖锐，觉得你就是一个台独仔。外媒或者是外宾，或者是有什么美国，有没有人对于赖清德，你很毒哦，不要那么刺激，有没有这种反应过？可是其实总统的立场，从选举期间一直到就任以后，其实立场也非常的清楚，他就一直说坚定的维持现状，坚定的维持现状，而且坚定的向全世界传达，台湾是区域中负责任的成员，我们是稳定的力量。事实上，我们跟其他亚洲各国比起来，我们稳定的加强我们的国防，我们稳定的加强我们的经济韧性，而且不断的强调4大和平支柱的行动方案。所以外媒外宾没有觉得赖清德的演说或者是谈话太刺激吗？其实你说如果是媒体讨论或舆论的讨论，其实过去以来，那可能过去也有这样的讨论，对，但是其实总统的讯息一直都非常的清楚。非常的一致，包括4大和平支柱的行动方案，比如说两岸互不隶属、中国无权代表台湾这些东西，这也是延续蔡总统的4个坚持。对啊，4个坚持啊。对，那其实我们是对于主权跟国家的主权跟国家的防卫都非常的坚持，但是其实总统也强调，包括在国庆演说的时候也释放了许多善意，我们不排斥跟对岸进行健康有序、以尊严跟对等的前提之下进行交流，而且我们也愿意跟对岸在许多议题，像气候变迁、像公卫医疗方面进行对话跟合作。对，所以其实我方也一直有在释出善意，而且我们是坚定跟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的立场。那总统元旦要讲话了呢，会不会讲什么？元旦的讲话可能都还在讨论。他现在告诉你他怎么回去嘛？好啦，时间差不多了啦，最后一个小问题，李问你现在每个礼拜都还有拍英文短片哦？对啊，这其实是我们从6月以后进行的一个计划。就是在我们6月的时候做了2件事情，第一个是重新开张总统府的 X 平台总统府发言人的账号。那我们知道 X 平台就是以前的推特，是一个对于国际社群媒体交流一个重要的平台。那我们就重新开张这个账号。那个有没有开？Truth Social 嘛 ，Truth Social 还没有开，对。那我们现在是用 X 的平台，那是一个以英文，那偶尔会有日文。川普要上台了，赶快开一下。川普那时候不爽，自己弄了一个社交平台，自己弄一个平台。我们是在总统府的 X 平台的账号，主要是英文的内容，那偶尔可能会有日文、西班牙文，就是一个外语的平台。对，那我在这个平台里面，效果怎么样？对，就是跟许多国际的网友进行互动。那我在这个平台每一个礼拜拍摄一支90秒的短片，其实是一个1周回顾的短片，就是用英文拍摄一个短片来回顾总统府过去这1周的动态。所以可能是总统的接见行程，跟哪些外宾进行互动，哪些会议。那外国网友会有什么好玩的提问吗？外国的网友其实就会反映说，其实透过这些影片可以了解台湾的最新动态，而且更了解总统府的想法。而且有时候我们除了严肃的会议之外，有时候是像棒球选手在世界12强棒球赛游行，或是接待奥运的选手等等。所以其实有很多很生动跟活泼的画面。那我们透过这个90秒的短片，那进行数位外交跟公众外交。那透过数位外交跟公众外交，可以除了让外交工作其实是一种外交工作的民主化跟平民化。就我们除了外交工作是在闭门会议这些高峰会来进行之外，其实也要让国际的网友
国际世界各国的一般民众来了解台湾跟喜爱台湾。对，这很重要。好的，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，非常感谢两位来到现场，帮我们分析这些国际上面的局势，以及接下来的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。非常谢谢，下次欢迎再来，拜拜。拜拜。嗨。Yahoo!